风味人间甄选啤酒，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轻松洁净健康美的清净新厨房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古法花生油赞助播出。从泥土里蓄积能量，在幽暗中沉默滋长。一朝破土，却改写人类饮食历史。盘盏中的调味辅佐，餐桌上的主食担当。丰硕根茎，朴素的外表下，性情慷慨而激越。唇舌间五味杂陈，品味几度寒暑与春秋。10月的东北，秋收接近尾声。买油了啊！下身家杀猪了，我买油了，上下身家啊！大忙人张立善是村里的信息集散中心，小广播不时发送最新的实用资讯。晨间播报结束，不过早饭时间。谷物淀粉碾压定型，类似的条状食物在4000年前的中国就已出现。简单一餐后，老张要投身另一番忙碌。到点儿了，赶紧干活啊！别躲了，村口的粉房里，材料已经备齐。秋末开工，每年运行1个月，只加工一种淀粉充足的食材——土豆。往这来忽悠一下子，等你走得快，再往前挤。一进粉房，热心老张就变得格外挑剔。40多年功夫在手，他是整条流水线运转的轴心。从土豆中提取淀粉，加入开水，反复揉捏，力道和时间必须由张立善亲手把控。淀粉分子彼此牵扯，形成稳定的焦灼质地。全力拍打，粘稠的粉浆
化作涓涓细流，在沸水里熟化定型，快速投进冷水。冷热交替，晶莹的粉条软弹顺滑。直接捞起，鲜粉条让工作餐变得简单。看怎么样？好吃。粉条气味清淡，便于吸纳其他食材的色泽与味道。质地柔顺中暗藏反弹，贡献非同一般的口感。低调的粉条在中国各地坐拥海量忠实粉丝。最后一道工序，由秋日的阳光和空气接手。入冬前，暖意几许，蒸发多余水分，注入太阳的气息。气温持续走低，冰冻之前，最后一批粉条晾晒完毕。张立善重整锣鼓，安排大伙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。扔一把，扔了吧，倒了吧，倒下了吧。粉房的聚餐照例丰盛。粉条作为肉食绝配，是炖菜里的熟客。把这桌子摆好，咱们马上就吃饭了。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融入汤汁，粉条来者不拒，吸收肉的鲜美。浓汁的热度，入口爽滑无阻，收获脂肪与碳水相拥的欢畅。双全粉条，嘎嘎好吃。中国人用转化赋予土豆新的形态，而地球另一端，是土豆世界之旅的起点。大约1万年前，印第安先民驯化了土豆，他们也成为美洲最早的农夫。11月，塞西利奥一家整装待发，这是南半球春耕的季节。连续攀爬1个小时，海拔上升至4500米。高寒气候，其他谷物难以存活，土豆成为最重要的食物。人们尊土豆为丰收之神，一朝播种，决定1年的生活。山高路远，加上没有耕作牲畜，塞西利奥仍然和祖先一样，依靠自己的脚和双手。
食材就地焖烤，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，当地称作花提亚。烘烤使淀粉颗粒膨胀、干燥疏松，散发麦芽般的香甜。如今，全球土豆年消耗量约4亿吨。这种传奇食物，有人视为主食，也有人把它做成可口的菜肴。被人类驯化至今，1万年间变身无数，仅在秘鲁就发展出3000多个品种。新鲜土豆含水量高，难以长期存储。利用巨大的昼夜温差，破坏土豆的细胞，吸出大量水分。反复踩踏，进一步改变质地。几经处理，能将土豆的保存期延长几年，甚至更久。浓缩的冻干土豆，当地语言称作初纽。绵密紧致，芽感丰富，不只有谷物清香，质朴的微酸也如影相随。穿越悠长的岁月，旧时的味道抵达今日，依然鲜活清晰。So once we spread this, we leave this to dry. So this is already dry. 初纽粉糊碾成薄饼，油炸后满口轻盈酥脆。在秘鲁名厨手中，古老食材融进俏皮和时尚的元素，利用不同土豆多彩的质地精心搭建。餐盘化身一座美味的神秘花园。传统的花提亚也得到微缩呈现。食物的生命力在溯源与初心中茁壮生发。这是盛大的节日，当地人走上街头，欢歌拥抱。万灵节，人们丢掉悲伤，用欢乐和美食追忆逝者。献给祖先的食物要全家人一起制作。土豆作为古印加文明的基石，被视为有灵性的食材，平日3餐必备，今天更是不可缺席。小火慢熬，获得粘稠的土豆泥，与肉食搭配，香热弥漫，熨贴的润甜，若即若离。
这是努力与土地和先祖沟通的时刻，一年一度，食物充当其中的信使。人和手中的土豆同样栖居于大地，彼此独立，又互相依存。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，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。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根茎作物，化成百般滋味，让亿万人获得温饱和满足。追本求源，正是土地的厚广，在大音希声的沉寂中滋养万物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人类依赖土壤，创造出灿烂的农耕文明。为了得到泥土下的丰美食材，我们不断改造自然条件，甚至重塑某些植物的天性。莱茵河西岸，数百年精耕细作，大地的景观已经彻底改变。人工培土，为一种奇妙作物营造幽暗环境。娇嫩的白色茎芽以惊人的速度疯长。2个月的收获季，农夫要昼夜颠倒，完全改变作息。白芦笋离开土地，白芦笋的糖分和汁液会快速流失。烹饪在3小时之内进行，才能品尝到最佳风味。早在古希腊时代，芦笋就被奉为珍馐。400多年前，欧洲人在普通品种基础上，培育出品质更加卓越的白芦笋。上好的白芦笋，不仅需要农夫的精心，也离不开农田的养护和土壤的保墒。在中国，另一种根茎作物对土地肥沃程度有同样高的要求。这种作物的株芽，古称灵鱼子，铺在薄饼上蒸熟，趁热撒白糖。吃到它，意味着真正的收获即将开始。
跟白芦笋相似，它最美味的部位深埋地下。山药，原产中国的古老蔬菜，在当地每收成一季，必须轮耕其他作物，让土地得以休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漂亮漂亮，这个有1米多，1米5元一。淀粉充裕的山药，加热后得到又沙又软的质感，具有极强的可塑性。它本味甜淡，与其他食材相敬如宾，安守一份软糯与甘香。法国，每到白芦笋尝鲜季，总会吸引欧洲各地食客。白芦笋与松露分享盛名，去皮后立即浸煮。素雅的品质让它保持独立，又亲和百搭。水嫩净洁，毫无纤维感，与美味肉食出双入对。究竟水煮沉浮，只有老饕才心知肚明。最出人意料的，往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。根茎类食材作为菜和主食，在我们的食单上占据半壁江山。其中特立独行的一类，气息浓烈，却成为号令五味的灵魂担当。正值农忙，邵金莲给家人制作午餐。胡麻油、姜黄、香豆粉，丝绸古道千百年间传来的食材，在面团里齐聚，层层卷叠，在鏊子里码平。再用麦秸覆盖，焖烧而熟。村外，人们用双手迎接土地的奉送。大蒜，捕捉外表下，藏着催人泪下、欲说还休的别样风味。组长。祁连山北路，2000多年前，大蒜从中亚一路风尘而来，传播至大江南北。
臭哈子咱们吃。对，你们吃臭哈子。吃饭的是。烧壳子，焦酥的脆皮下，面瓤咸香。算收时节，装点小院里的午间茶饭。刚采收的大蒜汁水丰盈，容易霉变腐坏。编成精巧的蒜辫，确保蒜头与空气充分接触。长时间曝晒会导致表皮开裂。屋檐下依次悬挂，借助风的力量实现脱水。晾晒数日，风味更加浓厚。刀切或研磨，细胞壁破裂，大蒜素溢出，形成强烈的刺激气味。对于大蒜，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诠释。高温油炸，焦香之外，有糖分带来的诱人褐色。余温继续烹炸，金银蒜，浓妆淡抹，岭南人用它搭配清甜的海鲜，两股劲道的鲜香一击而发。中国北方会利用低温和食醋重塑它的风味。低温带来碧绿的色泽，辣度神奇降低，浸染上醋的甘酸。与牛肚一同爆炒，腊八蒜的爽脆，牛肚的香鱼，你推我让，一唱一和。结束忙碌，老两口要给孩子们打打牙祭。西北人讲究大口吃肉，羊肉斩大块，猛火热油烹炒。气味剧烈的大蒜却成为独具魅力的肉食调味品，在餐桌上一呼百应。民乐向西6000多公里，另外一个国家也深深为之着迷。这座古堡因吸血鬼的虚构故事闻名遐迩。古堡脚下的餐厅，大蒜是每道菜的主题。在罗马尼亚，蒜不仅代表某种神秘的震慑力，也是通往美味的渡桥。
Morning. Ca să nu mă agit cu decongelatul, da? Da. Bine?蒜和香料让米雷拉的灵感在清晨起飞。Ideas running through my head, so I cannot stop. Enjoy. 米雷拉热衷用大蒜制作各种创意菜品，加工手段多样，搭配组合随心所欲，或时尚，或传统，每一道菜都离不开大蒜的参与。人降生到这个世界，身边的万物便不断指点他们寻找幸福的所在。从山野到厨房，米雷拉努力通过美食触摸世界。And when I saw that everybody was pleased, were happy, everybody said, "Oh, it's a good. I'm okay. I'm great in doing that." Hey, bine te duc! 罗马尼亚人对大蒜有狂热的偏爱，它在食单、传说乃至一些民间药方里扮演主角。作为职业厨师，米雷拉只有3年经验，他努力寻找一条途径，让自己的烹饪更具特色。家里的小小厨房，依旧是每个创意的起跑线和实验室。Tot prea puternic. It's too strong for her. 撒胡椒烘烤后，用奶酪笼盖。米雷拉希望突破边界，将蒜头从佐味料晋级为主菜。万圣节晚餐，新式菜品将迎来亲友的评点。烈性尽消，焦香挥之不去，柔嫩中竟然清甜泛起。甘肃民乐，大蒜焖羊肉上桌，浸染了浓浓蒜香，羊肉的肥腴和丰美更加淋漓酣畅。吃肉不吃菜，一样皆是饭。 Usturoiul e ca sarea, de nu-l pui, n-are gust mâncarea. Sie. 这种性情暴烈的食材，表面上拒人千里之外，却以实在的宽厚和包容，成为世界性的基础调味品之一。只要烹饪得法，
搭配得当，壮怀激烈的大蒜也能流露出春风化雨般的柔情。大地掩藏的物产，连同挑战一起源源而来。眼前的街头小吃，看似单纯，妙趣横生，然而，它来自一种毒性极强的植物根茎。魔芋，又称蒟蒻。内含大量生物碱和草酸钙，少量误食也能引发强烈不适。不过，中国人在1700多年前就找到降服之道。剥去外皮，在粗糙石板上细细研磨，加入草木灰，创造碱性环境。数小时沉淀，魔芋浆凝聚成胶状。取出中心质地最紧实的部分，碾压成薄片，熬煮定型，进一步去除毒性，得到魔芋制品的精华——魔芋筋。虽然无色无味，却凭着脆弹筋道的口感，惹来甜咸酸辣一众后味竞相追捧。魔芋筋做工复杂，耗时费力，今天只在极少地区才能偶尔一见。卖新鲜魔芋豆腐、魔芋筋哦。卖新鲜魔芋筋、魔芋豆腐，卖新鲜魔芋豆腐、魔芋筋。8月，湖北恩施暑气难消，一种山野之味恰恰在这个季节萌发。杨哥，这不是杨花，那是姜。泥土里探出的花苞，当地叫做杨禾，它长势飞快，必须赶在纤维老化前采摘。杨禾味道清新，当地人喜欢用它制作泡菜。乳酸菌的碘化之功，将赋予它张扬的性格。新鲜食用也别有天地，可冷食也能热炒。众多食材旁敲侧击，为水灵爽口的杨禾助威喝彩。静置一夜，在酸的作用下，杨禾呈现漂亮的水红色，舒心悦目，
炎炎夏日，发酵带来迷人的清冽和酸爽，几乎让人忘记，这种鲜嫩的山野之物，竟然有一位老辣的近亲。相比盛行一方的地域小食，另一种根茎类食物，雄踞调味榜首。它以鲜明的滋味调教中国人的家常茶饭。看你要吃里面味了啊，可以吃了。纪阿姨的餐馆已开张40多年。阿丽啊，阿妹你敢得4碗饭哦？一个鸭，一个海蛎煎，一个牛肉跟一个空心菜。那先楼上做了哈。二女儿是母亲的主要帮手。10只砂锅全年无休，里面焖炖着闽南地区的当家名吃。它的味道取决于一种核心食材。秋季，生姜收获，深埋地下的块茎，风味还需要时间沉淀。姜较依山壁开凿，层层叠放，恒温中缓慢阴干。鲜姜失水后，辛辣提升。中餐烹饪调味，葱姜蒜3味一体，姜是其中的核心。除了调味，姜另有妙用。广东人把牛奶冲入姜汁，姜所含的酶使酪蛋白形成网状结构。姜撞奶，一派浓重乳香，丝丝辛辣，呼之欲出。清晨，纪阿姨总是第一个到店，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小店不大，主打菜品就是一道姜母鸭。鸭子务必新鲜，每天准时送达。的辛辣难舍难离，有姜母的温存以待，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。你就休息2天。当年，纪阿姨一边操持小店，一边带大3个儿女。如今，女儿循着母亲曾经的轨迹，
用双手掂量生活。老二跟我很像，小的时候3个小孩就是他最听话的，一直怕我玩的累。蒸腾的热气，氤氲的芳香，味道亲切如初。多少疏忽而过的往事，鲜活如眼前的笑靥，有悠长的，仿佛几度轮回。东北粉房的工作陆续结束，而张丽善却闲不下来。秘鲁、塞西利奥和父亲采购生活物品，在这里，冻干土豆仍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。罗马尼亚，米雷拉在平凡日常中酝酿新的烹饪灵感。尽管枝叶繁多，但根茎只有一个，它满足温饱，带来口舌之欢。大地凭孕育和造化之力，从泥土中生发出我们最大的幸福。